吉米对自己这个老板自然是恨意甚浓，一听他说要到机场接自己，便立刻开口道：好啊，正好有点事情想跟老板你当面聊一聊，等我订好机票就把航班号发给你。奈特·爱丽丝不假思索地说道：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到时候你发给我，咱们机场见。吉米挂了他的电话，将手机递还给了史蒂夫。而此时身在美国的奈特·爱丽丝已经慌得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了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：这下完蛋了，吉米肯定不会轻易过去的。他的老婆有些惊讶地问：怎么回事？吉米不是被你开了吗？怎么你又要让他进董事会，还要亲自去机场接他？别提了，奈特郁闷不已地说道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继承人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，是他给我打电话，说他跟吉米之前只是误会。你说这他妈叫什么事？我为了讨好他，都把吉米的黑料交出去，要把吉米送进监狱了。结果他来个电话说一切只是误会，还说他答应他朋友要好好照顾吉米。这他妈不是要害死我吗？他老婆惊呼道：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亲自给你打的电话吗？对啊，奈特叹气道，我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服务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没有跟任何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有过直接联系。换句话说，我这样的人也没资格直接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对接，根本就不配，能跟他们的管家或者业务负责人对接就已经算不错了。结果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竟然主动给我打电话说要照顾吉米，你想想也知道，他们2个人肯定相互都有联系方式了。我这次要是不能让吉米满意的话，他肯定会到史蒂夫那里告状的。他老婆揉了揉鼻梁，忧心忡忡地说道：吉米这个人我还是有些了解的，他很精明，而且不是个善类，在你们律师事务所优秀的律师很多，他是进攻性最强的律师之一，而且这个人手段多样。你之前故意给他设套，留下他这么多把柄的事情，他很可能也已经知道了。如果不能让他原谅你，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大麻烦。奈特无奈道：我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搞定他，不知道让他进董事会他能不能满意，如果不能，就再多给他一些股份期权，拿钱来安抚他吧。他老婆有些肉疼地问道：你打算给他多少钱？奈特想了想道：在现在的基础上，每年多加500万美金，这应该能让他满意了吧？奈特的老婆哀叹一声，捂着胸口道：但愿吧，500万美金可不是个小数目，真是便宜他了。婚礼结束的第2天一早，贺远江与韩美琴夫妇便乘坐史蒂夫的专机离开了金陵，而当天上午，吉米也乘飞机踏上了返回美国的旅途。肖长坤和马兰在迪拜的蜜月之旅还剩下几天时间，所以叶晨难得享受到了短暂的平静。12个小时之后，满心怒火的吉米在纽约肯尼迪机场降落，他的老板奈特已经带着期权协议在机场翘首期盼了。回来的这12个小时，吉米1分钟也没睡，他脑子里想的就一件事，怎么尽最大努力往死里折腾自己那个缺了大德的老板奈特。爱丽丝律师事务所每年的净利润大概在5亿美金上下，这其中老板奈特作为创始人和大股东，至少能分到1亿5千万美金。吉米盘算了一下事务所业务能力最强的10个人，这10个人每年的薪资、奖金以及分成的总金额大概在1亿美金上下。虽然这10个人拿到的收入只占了事务所利润的20%，但他们创造的产值却占了整个律师事务所的80%甚至更高。吉米觉得自己既然有史蒂夫这个尚方宝剑，那就自然要把爱丽丝律师事务所能力最强的10个人全部带走，一个也不给奈特留。只要这10个人离开爱丽丝，那爱丽丝明年的营收恐怕至少也要被腰斩。最可怕的是，这10个人不再给爱丽丝创造价值，但爱丽丝还要持续不断给他们足额发放薪水，这又要从爱丽丝明年的利润里分走1个亿。这么算下来，爱丽丝明年恐怕就要开始赔钱了。可是吉米觉得如果只是这么做还不够，他想要奈特付出更大的代价。于是
他用12小时的时间盘算了一个十分阴险的计划。当他盯着黑眼圈从机场走出来的时候，奈特一脸激动地迎上前来，一上来便主动与他勾肩搭背，热情地说道：“吉米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说着，他生怕吉米直接发难，所以立刻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，对吉米说道：“这里面有2份协议，一个是你进董事会的批准函，另一个是额外授予你部分期权的协议。保守估计，这份期权协议每年会给你带来500万美元的额外收入，这也是我作为老板的一点心意。之前的事情，还请你不要往心里去。”吉米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，反问他：“让我进董事会，其他董事都同意了？”奈特连忙说道：“我还没有跟他们详细沟通，不过我相信，如果我力荐你进董事会，他们是肯定不会有任何异议的。这些董事大都是早些年的投资人，他们这些年已经从律所的分红里赚了很多钱，所以我要拉你进董事会，他们应该不敢反对。”说着，奈特又道：“你要是累了，我就送你先回家休息。你要是不累，咱们就直接去公司，董事会成员已经等着见你了。”吉米淡淡道：“那就先去公司吧。”“好。”奈特笑着说道，“我的车就在外面，咱们走吧。”两人从机场出来，奈特便将他请进了自己的宾利轿车里。随后，奈特开车，吉米坐在副驾，车辆朝着爱丽丝事务所在曼哈顿的办公场地驶去。路上，奈特非常后悔地说道：“吉米，昨天的事情，我心里一直非常后悔。你我共事多年，我对你也非常认可。如果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管家一直在给我施加压力，我不可能置你于不顾，还希望你能理解。”吉米反问他：“你昨天在电话里说，律所每一位高级合伙人都有把柄在你手里，我想知道具体都是什么样的把柄？”奈特摸了摸鼻子，有些尴尬地说道：“其实跟你情况差不多，就是一些比较好打且标得足够高的案子，我会让人诱导客户找律师私下达成合作，这样能够减免至少1半的律师费。因为案子的标得高，又相对好打，客户也主动表达出想要私下成交的念头，大部分律师都很难拒绝。我也会让人诱导这些客户留下相关证据，以规避将来的风险，然后再想办法把这些证据拿到手里。”说着，奈特给自己辩解道：“吉米，你也知道，每一位高级合伙人除了自身名气之外，还有很多客户资源，一旦他们被其他律所挖走，或者干脆出去自立门户，必然会带走爱丽丝的客户以及潜在客户，这种事情是我无法容忍的。所以我为了爱丽丝的稳定与安全，也必须要留一手，所以才会想要留些证据在手里作为反制的底牌。”吉米点了点头，淡淡道：“我知道你想让我不再追究这件事情，看在期权和董事会成员的面子上，这件事我也可以考虑，但我还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要答应我。”奈特忙道：“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一定照办。”吉米道：“我要你手里关于所有高级合伙人的黑料和证据。说实话，这次你搞得我非常没有安全感，我的黑料已经在你手里了，那我必须也要知道其他人的黑料，给我自己增加一点安全感。”奈特想了想，有些谨慎地说道：“吉米，这些资料如果泄露出去，会大大影响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稳定和团结。况且你的事情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罩着，就算泄露出去，也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所以你也不要因此就没有安全感。”吉米抬手打断了他的话，认真道：“我就这一个要求，你能答应，我们就去公司见一见董事会成员。你要是不能答应，那就辛苦直接送我回家，明天早上我再去公司完成解约协议。”奈特这时候哪敢让吉米从律所解约？万一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以为自己故意把他开掉，那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？现在想过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这一关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吉米满意，让他不计前嫌。只要能做到这一点，自己和律所就能暂时安全。想到这里，奈特便直截了当地问吉米：“吉米，你应该不会是想把这些资料报给当事人吧？”吉米淡淡道：“你放心吧，
如果我把那些资料报给当事人，那就请上帝降罪于我，让我吉米·史密斯背井离乡，离开美国，到海外漂泊，为别人打工10年。而且这10年里，对方不仅不会给我1分钱的薪水，就连我自己从其他地方赚的钱，他也会拿走其中1大半。奈特心说，吉米这事发的怎么感觉怪怪的？不过这发誓的内容好像也确实挺狠的，给别人白干10年，对方1毛钱都不给也就算了，他还要反过来给对方钱。当年的黑奴也没这么惨吧？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，他应该不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。想到这里，他松了口气，开口道，好，既然你说了，我肯定不能拒绝。这样吧，咱们先去公司见董事们，稍后我会把那些资料都发给你。